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小白测评，我是黄炯。今天我们又在第一时间为大家带来小米刚刚发布的 TWS 的蓝牙耳机 Air 2 Pro， 这也是小米真无线蓝牙耳机里边最高端的产品，你也可以把它理解为这个耳机里的小米超大杯吧。如果你关注小米的产品，应该知道啊，就是它耳机出了非常多啊，光 Air 2系列已经有4个了 ，Air 2、Air 2 S， 还有就是 Air 2 SE， 这个就是第4款。它这个降噪耳机其实来的比较晚，这各家是吧都已经发了非常多的这个降噪耳机了，售价699，它的体验到底怎么样？不过关键体验，小白测评马上开始，记得3连本视频点赞收藏，特别感谢。盒子方面的一个腰封是吧？让我们来带小白测评，然后是一个黑色的盒子，然后这个耳机呢，我们是已经把它提前设置完毕了啊，咱们先拿出来。这盒子非常大，东西不多，一个是替换的这个耳塞啊，里边应该有1、2、3、4，有4对儿，然后算上这个应该有5个型号，默认的应该是这个 M 码的，应该是比较常见的，然后还有一根 Type-C 的数据线啊，别的就没啥了。耳机的主体呢，跟之前 Air 2系列的小米耳机呢，其实是比较相似的，就是这种圆柱体，然后棱角感是比较强的，它也是后边的一个金属的这么一个转轴，也是带磁性的，在底部的时候啊，稍微有一点点松动，但是总体的质感还是非常不错的。先说一下续航啊，因为它后边有一个小小的闪电的一个标志，这就意味着它可以支持无线充电，是气的这个无线标准。整个盒子配合耳机，如果是在降噪关闭的情况下，它的续航时间呢，单耳机7个小时，然后总体续航28个小时。如果开降噪的情况下，4到5个小时，其实也差不多吧，就是各家呢也都是这个续航的时间，因为这个耳机的体积大家都是大差不差的，都不可能做得特别的大。整机这个盒子的黑色磨砂质感，侧边有一个小小的按键，我觉得这个按键如果要是也做成这种磨砂的，一体感可能更强一些。下面有一个小小的指示灯，白色的情况下就说明它电量是 OK 的。然后底部有个 Type-C 的小接口，耳机的造型上呢也是大差不差的，然后但是耳机柄要稍微长一些。它这个耳机外表面呢是有一个，你明显可以知道它是一个触控的这个模块啊，它是陶瓷的，所以说这个耳机要稍微的重一些。目前主流的这几个耳机里边啊，比如说 OPPO 的这个 W51，这个是比较火的一个比较入门的降噪耳机啊，它是4.几克，然后重量呢我都给大家打出来啊。小米的这款确实是最重的一个，它是6.5克的重量。耳机机身质感呢也是这种黑色磨砂的，这颜色跟它的这个盒子是一模一样的啊，没有任何色差，应该是一种材料，但是它的塑料感确实要更强一些，相对于华为的、苹果的，摸着其实挺 OK， 但是你稍微用一用啊，就感觉这个塑料感确实有点强。降噪耳机，咱们说了半天都没有用，咱们实际来对比一下它们的降噪效果。在开始之前，我特别要说一句，每个耳机每个人佩戴的感受都是不一样的，因为每个人的耳朵的形状都是不一样的，而且每个人的听感也都是不一样的。我们这个只是给大家做一个参考，线下门店有很多啊，大家可以去实际听一下。你觉得这3款耳机哪个的降噪效果，还有就是听感上面要更好一些？我个人体验上啊，我再强调我个人，华为的这个确实要更好一些，因为在底层的这个参数上呢，这个 Air 2还有就是 AirPods Pro 呢，它是35 dB 的这个降噪效果，这是官方的参数，但是华为的这个是40 dB， 然后它的底层参数上就要更高一些。在功能上来说呢，就是小米的强项了。首先呢，它这个陶瓷的这个触控感啊，这个感觉是非常不错的。我在体验的过程之中，敲这个陶瓷的这个触控按键也是非常好用的，就是你可以轻敲或者说2下或者长按，可以实现不同的功能。它也有3种模式：通透，然后降噪，然后还有关闭。在功能上呢，我觉得它最大的好处呢就是小爱同学啊，这个就是MIUI 12整个底层的这个功能优势了啊。这是我们连接好的小米10 Pro， 我现在打开盖子，哎，它就有一个连接，我点击连接。就连接完成了啊，这是非常快的一个连接过程啊。然后它里边呢显示的也是非常全面的，就是左耳右耳的电量，还有盒子的电量。然后我们更多设置里面
它是非常全的啊，就是降噪开降噪关、通透模式，然后还有耳机的设置，还有智能的一些场景，就是你可以提前设置好，比如说晚间或者说早间的这个智能的场景。然后还有一个自动接听的设置，就是你戴着耳机的情况下来了电话，它会自动接听，而且你可以设置，比如说延迟3秒啊，这个延迟接听，这个都可以。就是在软件的功能上面，我觉得小米的这款啊，确实功能是最全面的，就是各种各样的设置全都有。有一个功能非常有意思，就是语音热词，就是你不需要换起来语音助手，然后戴着耳机的情况下直接说就可以了。比如说小爱同学，哎，小爱同学就呼起来了。我在听歌的情况下，下一曲，上一首。就是你不需要呼起来语音助手，然后直接喊就可以。当然，现在它支持的还比较少，就小爱同学上一首和下一首这3个，就是最符合人的使用的感觉。就是我不需要点按，我想让它下一首，我就直接说话就可以了。在降噪方面，小米的这个 Air Pro 呢，我们体验下来它不是最好的，但是在功能性方面它确实是最全的一个，而且各种动画，然后各种小功能全部都带。然后在佩戴的这个感受上呢，其实它也是这种入耳式的嘛，然后戴到耳朵里边难免会有一些堵，这个是所有入耳式的降噪耳机的一个通病就是它都会比较堵，因为它内外的耳压是不一样的，戴时间长了之后呢，你就会感觉这个耳屏的这个地方呢会感觉不舒服如果你耳朵比较容易疼的话呢，建议你戴那种半入耳式的，当然那个降噪效果就要大打折扣了。耳机的功能上呢，它还支持 LHDC 3.0这个高清的蓝牙标准就是它的这个音效呢会更加的棒，更加的好。充电方面呢，如果你是线充的话1个小时就可以连盒带耳机全部充满，然后它的快速充电呢，就是充电10分钟可以听歌90分钟。OK， 最后呢，我们来说一下购买建议在价格上它是比较适中的那一个。这4款的价格呢，我们给大家打出来然后小米的这个呢是699的售价，首发有优惠的话呢，应该也是600多。它的降噪效果呢，我们主观排名一下比 OPPO 这个要好一些，但是要比苹果和华为的这个要稍微差一些，在实际的听感上。当然，它还有这个固件升级，如果要是固件升级之后，可能在降噪上会有进一步的提升。就目前我们体验的这个软件版本情况下，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排名。但是它在软件功能上比如说什么小爱同学啦，或者说热词唤醒啦，或者刚才咱们看到的那些乱七八糟的设置还有就是跟MIUI 12动画的这个深度的优化，深度适配。它确实是最强的。总体上的性价比，我觉得还是保持了小米一贯的水准吧。期待它后续的这个软件升级，再把它的这个降噪效果再提升一下。在购买建议上呢，还要说一点，就是尽量大家什么品牌的手机购买什么品牌的耳机，这个无论是在延迟还是在优化上都是做得最好的。对了，延迟，它是100毫秒这个延迟，AirPods Pro 它的官方的那个数据是160毫秒，在整个的体验上、延迟上并不需要太担心，无论是听歌还是打游戏什么的，其实还 OK。当然，如果你是发烧友级别的那肯定得用有线的，普通人、大众使用这个延迟不需要担心。OK， 更多内容和精彩，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 B 站新浪微博和微信公众号，都搜索小白测评就可以了。不关注你，小白测评，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小米的降噪耳机确实来的有点晚了。